误入广州的黑人区，像来到了非洲。真实拍摄广州的非洲人聚居区。这里是广州的瑶台村，是长期居留广州的非洲人最聚集的区域之一。靠近几个批发市场附近，非洲裔人员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某些场景里甚至达到了一半的比例，恍惚间仿佛身处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异域城市。今天我原本的旅行计划是参观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顺便了解到三元里是广州非洲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于是决定顺带着去逛一逛。我把目的地定位到一家名叫非洲锅的餐厅，这明显是一家非洲餐厅，应该是许多非洲朋友聚餐的地方。我乐观地估计，这家餐厅必然处于非洲人聚集区的中心。从三元里村出发，零零星星的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裔的身影。我发现非洲朋友特别喜欢坐摩的，好几位黑人小哥和中国摩的司机成双成对的倩影，在滚滚车流中穿梭而行。非裔人士带着鲜明的异域特色，按照我的观察，发现他们跟我们有许多直观上的不同，比如他们的身材比例。一般来说，非洲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群体，四肢相对较长，比如他们的腿部占身体总高度的比例往往较大，而我们黄种人四肢相对较为匀称。同时，非洲人胸廓通常较宽，这有利于容纳较大的心肺等器官，为高强度的运动和在炎热环境下的身体代谢提供更好的支持。黄种人胸廓相对较窄，身体的体脂率分布也与非洲人有差异。黄种人在相同体重情况下，可能体脂率会相对高一些，而非洲人更多的是肌肉含量较高。广州街头的非洲裔人士大多穿戴都比较整齐，有一部分还比较潮。许多人喜欢梳着脏辫，很大比例的非洲裔女士体态肥胖。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非洲裔人士天生更自信。虽然非洲的发展水平是全球最低，但他们外在表现出来的言语和心态显得非常自信，非常外向。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显得更内敛，更腼腆。网络上有传言说广州的黑人达到了30万，这个数据绝对是空穴来风，我个人是不相信的。近年来，广州街坊们的切身体会是，广州的黑人数量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少，比10多年前的高峰期下降了很多。广州与非洲的渊源可追溯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期，那时番禺港已出现非洲商旅踪迹。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广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贸传统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前沿阵地。广交会的持续举办，让广州成为全球商品的展示和交易平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其中就包括众多非洲商人。当时，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各类商品有着旺盛的需求，而广州丰富的商品资源和相对较低的价格，为非洲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商机。他们开始涉足广州的服装、电子产品、日用品等批发市场，通过倒买倒卖，将中国的商品带回非洲，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这种商业往来逐渐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吸引到广州，开启了他们的淘金之旅。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签证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推动人员流动，小北、三元里等区域逐渐形成非洲商贸社区。据中山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调查，2010年广州长期居留非洲人口约2万人，季节性流动人口峰值可达10万。尽管近年受签证收紧和疫情冲击，常住非洲人口降至 1.2 万左右，但作为中国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城市，其象征意义远超数字本身。从经济角度来看，广州黑人的存在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贸易领域，他们活跃于广州的各大批发市场，成为中非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许多黑人商人在广州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与中国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了广州商品的出口，促进了广州乃至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广州对非贸易额突破2000亿元，
这一庞大的数字背后，离不开黑人商人的努力与贡献。在就业方面，他们的到来为广州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除了贸易相关行业，一些黑人还涉足餐饮、物流、翻译等领域，带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我本人也曾是中非贸易的受益者。当年我还从事着建材行业，在北非市场颇有建树，在利比亚几乎垄断了相关的市场。坦白地讲，北非的客户比南美的客户更优质。我曾经有一位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客户，怀揣着几万美元现金飞越太平洋来洽谈业务，既要求我们吃住行全包，还说其他供应商给他买了笔记本电脑，希望我们给他购买手机。好不容易成交了一单，2年以后，他带着一帮南美洲的兄弟打车过来兴师问罪，有哥伦比亚的，有秘鲁的，有厄瓜多尔的，都是在中国混的老油子。首先拿出一张律师信，然后拿出一个样品，说我们的建材有质量问题，全部破洞了，要求赔偿。我拿着样品一看，上面其他厂家的 logo 赫然在目。我于是正告他们，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产品，我看在大家做过生意的份上，就不报警告发他们敲诈勒索了。这一般南美人一听吓得不轻，赶紧灰溜溜地溜了。我们再说回到利比亚客户，他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典型的北非阿拉伯人长相。那时的利比亚还处于卡扎菲治下，那个利比亚客户任何时候出场都是自信满满的霸总形象，人狠话不多，但价格给的真不错。有一次我去他公司，我原以为他公司里面会挂着卡扎菲的像，没想到居然是挂着他老爸。这位利比亚霸道总裁谈到他的国家，那简直是满眼放光，充满了自豪之情，说只要利比亚人一生下来，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吃穿住行读书工作，国家全帮你搞定。他还翻出他拍摄的一段手机视频，视频里意气风发的卡扎菲在2行夹道欢迎的人中，走着魔鬼的步伐，一步一步似爪牙，跟光滑的路面摩擦。利比亚霸总谈到美国时，态度充满了轻蔑，只说了一句美国，然后就笑而不语。那气势仿佛沈阳大街的刀哥和虎哥，对着美国说，美国你就是地中地，你要是敢惹利比亚，指定没你好果子吃。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卡达佐被爆了局，利比亚也变了天，利比亚的霸主们都失去了联系，我的皮包公司也倒了闭。很多人喜欢嘲笑宏观叙事，讽刺说吃着猪脚饭操着联合国的心，我这个例子就可以结结实实的打脸，谁说国际大事跟个人生活没有联系。2011年3月那个阴沉的下午，萨科齐端坐在爱丽舍宫宽敞的办公室里，不能再拖了。萨科齐突然低声吼道，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伸手一把抓起电话，拨通了国防部的号码。同时刻的我，上周刚向利比亚出口了一条40尺大柜，怒赚10万。我此时正在广州城中村进行报复性消费，升级大份猪脚饭，再加一个煎蛋和一碗龙骨汤。我一边吃猪脚饭，一边翻看如何当好上市公司老板。作为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读者，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嘉宾粉丝，我熟读各种名家著作，比如《国富论》《道德情操论》《金瓶梅》。此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了火热的憧憬，在先去纳斯达克敲钟还是先迎娶白富美之间苦恼不已。13个小时之后，利比亚被炮火笼罩。7个月后，卡扎菲身亡，利比亚陷入内乱，实行外汇管制，每人每天购汇不得超过120美元。这一场国际大海啸当然也会影响飞行的蝴蝶。如果当时西方不打利比亚，利比亚的客户就能继续经营，我的皮包公司说不定还能继续搞钱，我也不会走上如今旅游博主这条艰辛的道路。言归正传，广州黑人数量的增加也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治安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虽然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黑人犯罪率高，但确实有部分非洲移民存在违法犯罪行为，涉及毒品、诈骗、非法拘留等领域。例如2014到2016年期间，广州警方破获了多起非洲易贩毒团伙案件，
这些案件不仅对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引发了公众对黑人群体的负面看法。此外，非法滞留问题也较为突出。据广州公安机关数据显示，约85%的非洲移民存在签证过期、非法就业等问题。部分人员故意损毁护照，利用国际法无国籍人员不得强制遣返条款长期滞留，这给执法部门的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建立双边遣返协议，加大对非法滞留人员的遣返力度。2025年1月开展的清源行动中，成功核查并遣返157名故意损毁护照的非法移民，开创国际移民合作新模式。另一方面，加强国内的签证管理和执法力度，严格审查签证申请，打击非法就业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广州黑人现象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跨国流动的一个缩影，它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包容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充分发挥黑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接下来就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的参观视频。三元里这个村子因为清末抗英而被人们所熟知。如今的三元里村处于广州市的中心，街道车水马龙，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皮具市场群，经济实力非常强。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规模不大，展示了三元里村的历史，特别陈列了许多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文物和史籍。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城内四方炮台的一小股英国侵略军到城外北郊三元里村抢掠财物，调戏妇女，激起民愤。村民韦绍光号召村民奋起惩恶，实行武装自卫，当场打死5名入侵者。在爱国志士的联络号召下，周边103个乡的社学、团练等民众纷纷加入，共同抵御外敌，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岗。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手持刀、矛、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广州市志记载，三元里抗英斗争共歼灭英军近50名，我方义勇牺牲22名。平头老百姓对抗侵略的正规军，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非常令人鼓舞。从三元里历史文化展览馆出来，走在村里的街巷中，发现这里人气非常旺。三元里这样一个村子，生活的人数超过了5万。三元里的经济也非常繁荣，聚集皮具、鞋业等批发市场，皮具、化妆品、音响成为本地3大名牌，有世界皮具看中国，中国皮具看广州，广州皮具看三元里的说法。作为一个村庄，穿越时光的三元里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个传奇。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会。